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魔法界》。这款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昨天呢20多分钟只打了一半，因为毕竟呢我是把所有的关卡的细节都给大家展示了，并没有跳关，所以说通关一次的话大概要40分钟以上。今天是下半期，咱们从25层开始，整个龙塔呢是50层。昨天啊，有小伙伴说大叔啊，你虽然介绍了一遍这个道具，但是道具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没有记住啊，能不能再给我说一遍？可以的啊。但是呢，跟大家介绍道具之前，先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。我现在带着一个随从啊，这个随从呢是蜥蜴人，整个游戏的随从呢有那么7、8种。当年卡普空在开发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曾经动过一个念头啊。就是让每个玩家能够带2个随从，玩家呢可以进行组合。大家想一下，这样的话可玩性就强了很多了。比如说呢，你固定带一个盗贼，这个盗贼呢可以给你探查一些宝箱和陷阱。然后呢，你再带一个主攻的角色，或者呢带一个牧师，因为牧师的攻击呢是跟踪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弥补一下主人公的攻击死角。当然了，玩家我估计也可以开发出很多其他的组合呀。但不仅是这样，因为如果你双打的话呢，就是2个玩家带着4个随从啊。这样的话组合就更多了。一个玩家呢可以用来做探查、做攻击死角的补充，另一个呢可以主攻、秒 BOSS 等等。但是呢，这个方案啊最终没能够成型。那我估计啊，也是卡普空考虑到游戏的机能，或者是玩家的精力方面的原因。因为大家想一下呀，现在我只有单打，然后带了一个随从，有很多时候呢，我都照顾不到，我只能照顾到自己，或者只照顾到随从，经常的挨打。所以说2个玩家带4个随从，这就是6个呀。你让我一起玩6个。一起照顾6个角色，这个精力实在是不行。所以说现在带1个随从呢，虽然游戏的可玩性下降了，但是啊，也照顾了我这种中老年玩家吧。另外呢，其实本作还有超任的移植版。那超任的移植版呢，就有所缩水了。首先呢，它就取消了双打。另外，游戏背景上的一些细节也省略掉了。之前呢，我给大家录制过超人版本的名将，还有圆桌骑士，可以看见都是比街机版要逊色一些。有一些小伙伴表示，快打旋风啊，也是卡了很多东西。这个没有办法呀，超人平台的机能在那摆着。那游戏的道具呢，我再跟大家介绍一遍。道具呢，其实分2大块。它包括主人公的道具，还有随从的道具。随从的道具呢，比如说铃铛，是召唤这种蜥蜴人的，召唤出来之后，你把它击败，它就可以加入了。钻石戒指呢，是用来招小偷的。你有了戒指之后，如果屏幕上再出现一些贵重的物品，这个时候呢，小偷就会来偷。偷的一瞬间，你把它打下来，它就可以加入了。红色的心呢是给你的随从升级的，黑色的心是降级的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。黄色的弧呢是增加随从的回血速度，另外还有9挂，它是可以一次性把随从的血补满。蓝色的心呢就是给随从回1根血，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厉害的道具啊，剪刀。剪刀剪了之后呢，有小伙伴说剪刀啊就是干掉你的随从的，效果是这样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是取消你和随从之间的契约的。另外，玩家的道具呢也分几种，比如说它分一些回血道具，种类有很多；加分道具种类就更多。然后呢，还有可以装备的道具，比如说咱们现在的盾牌，它是有耐久的，不同的盾呢耐久程度不一样。捡到拳套呢，可以增加你的攻击力。
捡到皇冠呢，增加防御力；捡到草药能够解毒。解毒啊，就是被蝎子蛰到了，或者是你捡了毒蘑菇，这个时候会进入中毒的状态，几秒钟之内呢不能进行攻击。白色的钻石其实应该叫做气石啊，是用来召唤回血小精灵的。魔杖呢是短时期之内增加玩家的蓄力攻击。那蓝瓶呢是增加玩家的蓄力的速度的。藏宝图呢是增加掉宝率。项链呢是捡到加分道具之后，你会得到双倍的分数。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呀！我说就说了半天，其实呢还有一种水晶球，它可以探测当前页面之下的隐藏道具。我的天啊！就这些道具，大概有40种到50种。所以说这款游戏的系统呢，在当年的街机平台真的是比较复杂的。那幸好啊，没有搞出双随从系统。本来呢，很多小伙伴可能玩了就玩的稀里糊涂。如果你搞出了双随从，那更有小伙伴玩不懂了呀。转眼呢，咱们来到了35层啊，之前也介绍了，这个塔呢50层，50层啊就是最终 BOSS 的所在地。最终 BOSS 叫做卓克玛，他原来呢也是一个勇者，但是后来被黑色的水晶所腐化了。被腐化了之后呢，有一位勇者叫做伊维特把他封印了。但是有一些盗贼就入侵了龙塔，把封印解除了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些恶魔又重现了时间，然后咱们的主人公又进行除魔之旅。好的，本关的 BOSS 是一个双头龙。那这个双头龙呢，包括2个部分。本来这层的 BOSS 呢是第4层红龙的哥哥。他在这里呢，又召唤了红龙的灵魂，所以说他们2个合体形成了一个双头龙。这2个货呀，明显是瞧不起17层的翡翠龙，不然呢，他们仨可以搞一个3头龙。好的，我的武器啊，又再一次升级了。游戏现在进入了后半期啊，难度已经提高了不少。后面主要的 BOSS 呢，还有加尔加兰，就是最终 BOSS 的副官吧。她是一位女祭司，在最终 BOSS 是勇者的时期呢，她就追随着最终 BOSS， 而且呢，黑色水晶就是她发现的。所以说，可以认为啊，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源。咱们在49层可以见到它。这里可以打出很多的回血道具啊。那一些贪分的高手呢，会在一些特定的层数，比如说有魔法师的层，打很久，不断的打一些加分的道具。我现在的这些分数啊，我估计都不及人家高手贪分打法的零头啊。人家打到这儿呢，分数比我多1位数。你想一下啊。那昨天呢，也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大叔啊，你玩这款游戏就是个新手。没错，我只是勉强能够一命通关而已。而且呢，这种通关还是借助着某种物理外挂。我这个外挂啊，就是我的笔记啊，每一层需要注意的细节上面都有写明，而且隐藏道具、回血道具等等。
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玩游戏的法宝之一啊。其实年轻的时候啊，包括5年前我都不这样玩游戏的，但是现在啊，我40岁了，不这样玩不成了呀，记不住啊。你让我背板背40分钟啊，我根本就背不下来了。好记性啊，不如烂笔头。41层，那层数啊到了40多层了。打到这儿啊，我觉得普通的玩家来说就需要有一些取舍，比如说很多的加分的道具啊，能不拿也就别拿了，都快通关了，没必要了。这里的敌人真多呀！42层，咱们要小心法师，尤其这种地形啊。我的钥匙真是不少了，但是我已经很少往出放人了。我现在的随从呢也8级了。这个箱子里是有陷阱的。好，地面有蝎子，这种蝎子如果遮住的话，碰到的话就中毒了。来自身后的攻击啊，很多都是小弟吃了伤害。那好在呢，它不像我，它是自动回血的。那主人公的血量呢是自动往下掉的，这也是游戏的一大难点吧。这里的隐藏的箱子我也不要了。咱们就一路猛冲到最终 BOSS， 已经44层了，快了！现在这个火焰石呢，是增加咱们最终的武器的蓄力攻击的。这个道具可能我要留到最终 BOSS 的，但是后面呢，你还会再得到的。开门之后会有一个全屏的攻击，并且其实一旦你用出了钥匙呢，你的人物就无敌了。蓝苹果这个加血量比较多，我的血量啊始终是3层、4层，大概就这个水平，也够用了。咱们有2根血的话，我感觉就够打最终 BOSS。这里的法师出现的第一时间一定要把他干掉，打他的本体。这也是攻击他的最好的时机。好的，无敌的圣杯。哎呦，这个无敌的圣杯啊，之前我介绍道具的时候好像都错过了，忘记了，因为道具实在是太多了。加分的道具好像就有10几20种。从48层开始呢，就要小心了呀，因为48层呢有隐藏，49也有。给大家演示一下位置吧，咱们还是去拿一下。48层呢，主要是一个加血的道具，这样还是比较有价值的。但是49层呢，是一个加分的道具，分数虽然比较多，但是对咱们普通玩家来讲呢，高分也没什么用。这是一个黑色的心，这是给你的助手降级用的。都到48层了，我就不给他降级了呀。他在后面给我挡了好多攻击啊！一个烧鸡，这里利用高跳跳到火焰台上来。高跳的用法呢，就是按上按跳啊。
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回血道具，好的，捡到。捡之前受了伤，其实可以用 AB 下来的。这里道具好多呀，监狱里关着好多人啊，我就不放他们了，因为有的呢是陷阱，我还需要甄别一下，看一眼笔记。咱们的血量4格多，那是足够了。49层，49层要打 BOSS。加尔加兰，加尔加兰的形态呢是一个奇美拉的女王。咱们之前打过奇美拉，打过骷髅奇美拉，现在是奇美拉的女王。这是最终形态吧？她召唤的骷髅数量应该是最多的。那她召唤骷髅了，我就 AB 清 ，AB 完了之后呢，利用短暂的武器的威力把它干掉。2次 AB 啊！好的，打完加尔加兰之后呢，他会给一把钥匙。这把钥匙呢，就是50层的钥匙，因为50层啊是最终 BOSS 卓克马的宫殿。这个宫殿还有一个名字啊，叫做幻魔宫。跳进来吧。好的，这里是一个加分的道具啊，捡了，位置给大家演示了。拿不拿呢？大家可以自己决定啊。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拿呀。50层就是最终 BOSS 了，这里又捡到了火焰石。最终 BOSS 其实怎么打就成了，因为这款游戏啊，我是打的比较憋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步都感觉很小心，所以说打最终 BOSS 我感觉可以随意一点，就是你可以开始呢和他打一下套路，那他血量变红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和他搏命了，拼命打法 AB。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偷，把那个手套啊偷走了。这么大的铜币啊，才500块钱。好，这里4个箱子，那一个补血道具，一个魔杖，边上那2个呢就是陷阱啊。最终 BOSS 可以说只有这一个形态吧，算是比较好打。但是呢，打完最终 BOSS 啊，这个游戏有一个分支啊，这一点呢在街机平台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打完之后，黑色水晶会诱惑主人公，表示呢会让主人公长生不老，并且呢获得无尽的力量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接受了黑色水晶的话，那主人公呢就会成为下一任的魔王。如果你拒绝呢，就会把这个水晶打碎。打碎之后啊，由黑水晶引发的这个灾难算是彻底的终结了。这个玩家可以自己选择呀，你是当一个勇者好呢，还是屠龙者终成恶龙啊？好的，他已经血红了，那我 AB 吧，无所谓了。咱们2根血拼都拼死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回血的道具呢。好的，进行选择呀。那咱们还是把黑水晶打碎吧。打碎之后呢，游戏也迎来了好的结局，英雄返乡。这就是黑水晶本体啊，选择 No。那如果你选择接受黑水晶的话，你就会坐上这个王座。好的，通关。游戏的系统啊，真的是比较复杂，道具很多，随从系统呢也需要适应。
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魔法剑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